这个单元要谈的是人际关系的影响。我们首先想谈一下家庭对人际关系的影响。要讨论人际关系对个体的影响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家庭对个人的影响。从一个人的生长的经验当中，我们实际上从非常小的时候就接触到家庭以及家庭中的重要的照顾者。跟其他的物种相比，人类的幼儿发展的过程比较需要长一点的时间，我们也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因此家庭当中的其他的人对幼儿的照顾可以说是非常的关键跟重要。因此家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保护养育幼儿。虽然现在家庭中提供了许多的其他的功能，比如说经济的来源、情绪上的支持，但最重要的还是抚育下一代。大多数的学者呢，都从一个情境的观点来讨论家庭的功能。家庭在一个特殊的结构跟状态之下，形成了互相会影响的一种情境结构。父母亲对子女的影响自然不可讳言，是非常的重要的。然而子女也会影响着家庭，形成了一种相互作用的系统。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除了家庭之外，也有更大的系统，譬如说大家庭、学校、老师以及很多的团体跟机构跟我们互动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的结构以及系统都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也发现父母亲对幼儿或者是下一代的影响，其实除了直接的影响之外，也有非常多的间接的影响。直接的影响我们刚才谈过，那就是父母亲可能透过教导以及互动来影响着下一代的学习、认知能力以及人格的养成。那另外呢，我们也发现父母亲对人的态度或者是处事的态度，也会间接的影响着孩子。譬如说，父母亲处事的态度是不是和善，或者是非常的剧烈，有些时候是不是宽容，或者是非常的要求，这些呢都会对他的孩子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也发现，当子女拒绝或者是抗拒被管教的时候，父母亲呢也可能会变得比较强硬，或者是用比较强迫的方式来跟他的子女互动。那么在20世纪的后半，我们也把重心放到父亲与子女之间的关系。父亲的角色变得非常的重要，在整个社会的变迁的过程当中，照顾者的角色不只是母亲来担任，而有许多的家庭是由父亲来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父亲和他的子女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的关键跟重要。那我们也晓得，许多的父亲也有他的工作和事业，跟子女互动的时候呢，实际上来讲呢，父亲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那就是父亲会带来跟母亲照顾的过程当中非常不一样的方式。比如说，父亲会比较带着孩子去冒险，或者是经验一些比较特殊的，或者是兴趣上的探索，也比较花精力体力来培养孩子的兴趣，也跟孩子亲身的一起去经验这些特殊的时刻。那么因此，父亲跟子女之间的互动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很多的父亲对子女也是有距离的，有的时候父亲对子女的要求也很高，或者是方式也比较严厉一些。相较于母亲而言，母亲可能会比较温暖接纳，或者是要求会比较
不会那么强力或者是严厉的提出来。所以父亲跟母亲的方式上头有许多的不同。但是如果家中有多于一个子女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考量兄弟姐妹之间的互动情形。当兄弟姐妹经常发生争吵的时候，父母亲在带领或者是在跟子女互动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就要花费比较多的时间跟精力来处理手足之间的争执，或者是避免问题的发生。相对来讲，指导子女各方面的发展的时间呢，就会受到一些的限制。所以父亲以及手足对个人的影响也是非常关键跟重要的。譬如说，这个家庭的宗教信仰，以及这个家庭所居住的环境周边的社区情况，也都会影响着家庭的许多互动的形态。例如邻居可能是很好的朋友，经常可以互相照顾孩子，这对孩子的成长会有正向的帮助。也有一些时候，因为邻居或是亲戚的来访，反而造成家庭或是家人当中的互动的一种摩擦。那这些呢，也都对家庭的功能跟结构产生一些间接性的影响。父母亲因为工作要安排要出差，或者是要带孩子外出旅游，那么在他的这个选择或是安排上头，有可能受到跟其他机构或者是跟其他系统的一种互动的形态所影响。许多的时候，家庭的资源也是可以传承的，尤其在台湾这样的社会结构当中，许多的家庭的资源是希望能够传递给子代的。比如说，台湾有许多的中小企业或是家族企业，在经济部2016年的中小企业白皮书当中也显示出来，台湾的上柜公司大约有75%是家族企业，而大多数的家族企业都选择交棒给子女来接班。因此我们也知道，家庭的许多的资源对于个人的成长，甚至于一生的发展，还有生涯以及家庭新的自己的家庭的选择，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父母的行为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是很全面的。我们在这一节当中，我们认为父母对子女的影响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并且可能影响着我们的一生。